你好，欢迎走进今天的共读时光。今天继续为大家朗读林清玄的散文，题目是《长途跋涉的肉羹》。在我读小学5年级的时候，有一次看见爸爸满头大汗从外地回来，手里提着一个用草绳绑着的全新的铁锅。他一面走一面召集我们，来，快来吃肉羹，这是爸爸吃过的最好吃的肉羹。他边解开草绳，边说起那一锅肉羹的来历。爸爸到遥远的凤山去办农会的事，中午到市场吃肉羹，发现那个小摊上的肉羹非常的美味。他心里想着，但愿我的妻儿也可以吃到这么美味的肉羹呀。但是那个时代没有塑胶袋，要外带肉羹真是困难的事。爸爸随即到附近的五金行买了一个铁锅，并向店家要了一条草绳，然后转回肉羹摊，买了满满一锅肉羹，用草绳绑好，提着回家。当时的交通不便，从凤山到岐山的道路颠簸不平，平时不提任何东西坐客运车都会晕头转向，灰头土脸，何况是提着满满一锅肉羹呢？把整锅肉羹夹在双腿间，坐客运车回转家园的爸爸，那种惊险的情状是可以想见的。虽然他是那么小心翼翼，肉羹还是溢出不少。回到家，锅外和草绳上都已经沾满肉羹的汤汁了，甚至爸爸的长裤也湿了一大片。锅子在我们的围观下打开，肉羹只剩下半锅。妈妈为我们每个孩子盛了半碗肉羹，也为自己盛了半碗。由于我们知道这是爸爸千辛万苦从凤山提回来的肉羹，吃的时候就有一种庄严、欢喜、期待的心情，一反我们平常狼吞虎咽的样子，而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品尝那长途跋涉、饱含着爱还有着爱的余温的肉羹。爸爸开心地坐在一旁欣赏我们的吃相，露出他惯有的开朗的笑容。妈妈边吃肉羹边说，这凤山提回来的肉羹真好吃。爸爸说，就是真好吃，我才会费尽心机提这么远回来呀，这铁锅的价钱是肉羹的10倍呀。当爸爸这样说的时候，我感觉温馨的气息随着肉羹与香菜的味道充满了整个饭厅。不，那时我们不叫饭厅，而叫灶间。那一年，在幽暗的灶间，在昏黄的烛光灯火下吃的肉羹是那么美味。经过30几年了，我还没有吃过比那更好吃的肉羹。因为那肉羹加了一种特别的佐料，是爸爸充沛的爱以及长途跋涉的表达呀。这使我真实地体验到，光是充沛的爱还是不足的，与爱同等重要的是努力的实践与真实的表达。没有透过实践与表达的爱是无形的、虚妄的。我想这是爸爸妈妈那一代人，他们的爱那样丰盈真实，却从来不说我爱你，甚至终其一生没有说过一个爱字的理由吧。爱是佐料，要加在肉羹里才会更美味。自从吃了爸爸从凤山提回来的肉羹，每次我路过凤山都有一种亲切之感。这凤山是爸爸从前买肉羹的地方呢。我的父母都是善于表达爱的人，因此在我幼年的时候就知道，再微小的事物也可以作为感情的表达，而在贫苦的生活也因为这种表达而显现出幸福的面貌。幸福常常是隐藏在平常的事物中，只要加一点用心，平常事物就会变得非凡、美好、庄严了。
只要加一点用心，凡俗的日子就会变得可爱、可亲、可想念了。就像不管我的年岁如何增长，不论我在天涯海角，只要一想起爸爸从凤山提回来的那一锅肉羹，心中依然有30年前的汹涌热潮在滚动。肉羹可能会冷，生命中的爱与祝愿却永远是热腾腾的。肉羹可能在动荡中会满溢出来，生活里被珍藏的真情蜜意则永不逝去。我是环佩叮当，感谢您一同度过这段共读时光，咱们下期继续。